妈妈你在哪里？小橘猫喵喵的呼唤着妈妈，因为看不见，它只能静静等待妈妈的回应。小哥说2个月前这只流浪猫在院子里生下一窝小猫，其他幼崽都很健康，唯独这只小橘猫看不见，就连喝口奶也要花上半天的时间。平时小哥会经常拿来食物给它们，其他小猫咪都在大口干饭，只有小橘猫在一旁四处打转，因为看不见外界的一切，它经常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此时想救助小猫的扣666，小橘猫来到一处草地，它突然停了下来。此刻的寂静对于他来说却格外害怕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只能一声声呼唤着妈妈，可最终也没等到妈妈的回应。小猫试图用小爪将眼部的结痂去掉，它多么想看一眼这五彩缤纷的世界啊！突然远处传来了猫妈妈的回应，跟随着妈妈的声音，小橘猫终于找到了熟悉的家。小哥说平时猫妈妈整日守在小橘旁边，生怕它走丢了，如果有外人靠近，猫妈妈立马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，其他小猫都在外面欢快的玩耍，而小橘只能蜷缩在角落里。为了让它能重见光明，小哥请来了兽医帮忙，但面对陌生人的靠近，猫妈妈显得格外警惕。兽医将香气喷在四周，并且准备了香草来缓解它紧张的情绪。最终猫妈妈彻底放松了下来，兽医随即将小橘带走。经过仔细观察，小橘由于眼部感染导致结痂，现在它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。此时的救援已经刻不容缓，大家准备将小橘送去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。这时猫妈妈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，她焦急地四处查看，在穿越了几个街道后，猫妈妈失落地站在路口，似乎在呼唤宝宝你去了哪里。而此时小橘已经被成功送到医院，医生们迅速为他进行手术，小家伙仿佛也知道人们是来帮助他的。手术的整个过程都非常配合，几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，但距离他重获光明还需一段时间。小哥说自从小橘被带走后，尽管小猫们还是会出来吃饭，但平时猫妈妈都带着孩子躲起来，似乎很担心再失去自己的宝宝。1周后小橘已经能睁开眼睛了，看着眼前的小家伙，小哥非常高兴。此刻他最想的应该就是和妈妈团聚吧。在给小猫进行简单的处理后，小哥准备将它带回妈妈的身边。当打开笼子后，小橘缓慢地走了出来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，而猫妈妈似乎也感受到了小橘的存在。听见妈妈的呼唤后，小橘快速朝着熟悉的方向奔去，最终母女团聚。猫妈妈不断舔着孩子，似乎在诉说着多日的思念。小橘也开心地跳来跳去。为了欢迎小橘回家，小哥特意为他准备了罐头。看到孩子吃得这么香，此刻猫妈妈悬着的心也跟着放下，她高兴地眯起了眼睛。母爱不分种族，唯有善良方能感知世间的美好，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小猫用小爪子拍了拍行人的手，好心的人可以帮帮我吗？猫咪被困排水道已经2个月了，狭小的空间成了它生活的全部。望着每天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它多么希望有人能为自己停下脚步，可外面人来人往，却很少有人为它驻足。这天几名小朋友听到了猫咪的呼唤，看见有人终于发现了自己，小猫激动的喵喵叫个不停，似乎很担心人们走远。几分钟后盖子被成功打开，猫咪开心的打了声招呼。这一刻它看到了希望，望着几位好心的小朋友，猫咪并没有害怕，反而乖巧的躺了下去。看到小朋友伸出了救援之手，小猫立刻用2只小爪紧紧抱住，仿佛在说别丢下我，求你们了。可面对如此狭小的缝隙，根本无法将猫咪救出，大家只能将一些食物扔给了猫咪。小猫狼吞虎咽的开始干饭，看样子是饿坏了。简单的善意之举，对于此时的猫咪来说却是生命的曙光。让我们为小朋友的善良扣666。从此小朋友每天放学都来看望猫咪，而猫咪也从此多了一份期盼。可它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生存下来的呢？原来除了善良的小朋友之外，小猫还有一位热心的小哥朋友。小哥每天下班后都会带上食物和水来探望小猫。据小哥说，2个月前猫咪掉进排水道的时候还很小，但当时小猫根本不让人靠近，因为缝隙过于狭窄，自己尝试了很多次都没能将它救出来。为了让猫咪生存下去，小哥每天都会过来喂食。久而久之，小猫也把小哥当成了最好的朋友。猫咪每次都会拍打着小哥的手，似乎在询问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？每次看到猫咪无助的眼神，小哥都无比的心酸。为了让猫咪重获自由，大家请来了救援队。经过测量发现，猫咪的脑袋比缝隙还要大，这样子无法让猫咪出来。救援专家经过分析后打开了井盖，眼前这个洞口是猫咪唯一能出来的通道，只有将猫咪驱赶到洞口里才能将它救出。救援工作很快展开，此时周围已经围满了小朋友，大家都很关心猫咪能否被顺利救出。随后一位救援人员爬了下去，他将一盒罐头放在洞口，希望能引诱小猫走过来。但面对如此众多的陌生人，小猫显得有些害怕，它不停地在排水道里徘徊。最终在人们不懈的努力下，猫咪顺利地钻进了排水管里，可它却趴在另一边停了下来。不管救援人员如何呼唤，猫咪始终不肯向前一步，似乎眼里有着某种担忧。小哥见此情况十分着急，于是他穿上防护服亲自出马。猫咪看见小哥眼睛瞬间一亮，接着快速朝着小哥移动脚步。最终小猫终于被成功救出，小朋友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。被救出的猫咪仔细看了看四周，
原来都是帮助过我的小朋友。猫咪顿时变得安静下来，他明白如果不是好心人的帮助，自己可能早就去了喵星。小哥表示自己会收养小猫，给他一个温暖的家。小朋友们纷纷上前表示祝贺。至此，小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很幸运，它遇见了一个爱它的主人，愿每一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为了吃上一根火腿肠，这只橘猫竟然每天叼着小猫去商店和老板做交易。只因半月前老板不经意说了一句，要想吃火腿肠就得拿小猫做交换，一只小猫可以换3根火腿。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只橘猫居然听懂了。自从商店老板夸下海口后，它每天都会叼着小猫风雨无阻地赶往小卖部，然后等着老板给自己拿火腿肠。平时只要嘴馋了，猫妈妈就会叼上小猫去交换，搞得铲屎官每天都要去几次小卖部。要说没有吃的也就算了，可家里的火腿肉罐头是应有尽有，奈何他就是一门心思的要用孩子去买火腿。你叼着去哪儿？都把孩子给我吧，小多多。不是大哥，你能把孩子给我吗？面对铲屎官苦口婆心的劝阻，猫妈妈不但置之不理，甚至还加快了前进的脚步，似乎谁也无法动摇他那颗想吃火腿肠的心。被叼在嘴里的小猫也是有苦难言，他知道贪吃的妈妈根本不会理会自己的感受，看这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，显然已经放弃了挣扎。自从拿孩子成功换到火腿肠后，猫妈妈每天不是在叼孩子就是在叼孩子的路上，铲屎官只好抱着另一只小猫跟在后面。好不容易从家里走到了商店，但却发现商家还没开门营业。铲屎官本想将小猫带走，然而贪吃的老母亲却并不死心，看来今天他是无论如何也得吃上这根火腿肠了。没办法，铲屎官只好带他前往另一家商店。进入超市后，老板很自然的就拿出了3根火腿肠。你给孩子换啥火腿啊？给你换火腿肠啊！让孩子换火腿吗？啊，对呀，你还有点叫。顺利换到火腿的猫妈妈满眼都是那香喷喷的美味，此时的她已经完全把孩子抛到了脑后。瞧着熟练的技巧，一看平时就没少吃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家伙刚吃完火腿，回头就找老板要起了小猫。见老板不肯搭理他，猫妈妈索性直接耍起了无赖。不得不说，除了贪吃，他还是懂一点母爱的。原来这只胖乎乎的橘猫名叫多多，它原本是小区里的一只流浪猫。由于铲屎官经常投喂多多，很快它就盯上了这位善良的小姐姐。每次看见对方，多多都会马上贴上去，甚至还跑到小姐姐家的楼下等着她。而心软的小姐姐也从不让多多失望，经常带着各种好吃的来投喂她。在长期的相处下，小姐姐逐渐有了收留她的想法。考虑到多多还没绝育，于是小姐姐打算带她去宠物医院先做个手术。结果一检查才发现她居然早就怀孕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先将她带回了家里。由于铲屎官家里已经养了一只猫，所以小姐姐暂时将她安顿在了地下室。在铲屎官悉心的照料下，不久后多多产下了2只幼崽。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，铲屎官也是倍感欣慰。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刚生完孩子的第3天，多多就开始不着家了，除了每天定时回来喂奶，其余时间都看不到他的影子。此时铲屎官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家伙就是为了给孩子找个保姆，整天忙前忙后的铲屎官对着多多就是一番思想教育。孩子不要了，饿死算了啊！不要孩子了，不要宝贝了，俩孩子都不要了，出去也找老公。尽管小姐姐每天苦口婆心的劝说，但她依旧我行我素。最后无奈的铲屎官只好拿出小猫请她回来喂奶。听见孩子的叫声后，多多终于浪子回头跑了过来。在铲屎官一番训斥后，多多总算尽了一回当母亲的责任。几天后，铲屎官发现多多经常将小猫叼到外面，为了一探究竟，铲屎官决定带着另一只小猫跟上去查明情况。结果一路跟着他来到了小卖部。小姐姐从老板口中了解到，原来多多已经不是一次这么干了。这家伙之前流浪的时候就经常来店里蹭吃蹭喝，直到那天老板说拿你的小猫来和我换火腿肠，从此多多就每天叼着小猫来到商店。然而每次吃饱喝足后，他都要把孩子叼回去，搞得老板也是哭笑不得。虽然铲屎官已经买了很多火腿放在家里，但多多却每天坚持叼着小猫来商店换火腿肠，并且铲屎官还发现他对孩子一点也不偏心，上午叼着老大去换，下午叼着老2去换，但就是可怜了2只年幼的小猫。他们可能还不知道，自己在妈妈眼里就值3个火腿肠。虽然当妈妈的的确有点不靠谱，但火腿肠是真的香啊。